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、脸书还有 Twitter，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。好，老师看到很多同学哦，好，凯同学欢迎，还有 Norbert，还有金井胜俊，应该是个日本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欢迎金立全，是来自韩国的朋友吗？好，林子欢迎你，空邦哇，还有阿里、达菲，还有 Jonathan，欢迎秀芝、米磊帮我点赞了，谢谢米磊。各位同学记得帮理查老师点赞哦，支持老师。春娇、可心，欢迎佩霞、佳妮、林子、宋平、罗珊、OO，还有 VU 啊，阿软对不对？阿软，对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关于地的单词哦。好，好，月莹欢迎哦，还有 Nolita 欢迎，好，是柬埔寨的朋友，你好，啊，Vena 欢迎。好，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。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8648，8648，中文要怎么说？好，好，林子点赞了，谢谢林子。8648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每天理查老师都会陪大家学习中文，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跟理查老师一样，不要半途而废，每天都要坚持下去。我们一起来学习中文，理查老师会陪着你们一起学习。好，老师看到雷曼了，欢迎雷曼，还有 Miss Mary，欢迎罗珊也来了哦。好，Norbert，还有 Charles，欢迎加尼8648步，好 Vena， 还有金井胜俊8648步，好可心、佩霞、月莹、Nolita、秀芝、达菲、阿里8648步，很好。比磊，好，裴进来了，欢迎。还有这个阿鸾8648步，很棒。好，OK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 Charles 答对了哦，8648步。好，Say 跟 Richard 8648步。好，那么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。今天我们来学习3个词汇，是 HSK 第5集的词汇。好，今天这3个词汇不会太难哦，不难。第一个地带，地带；第二个地形，地形；第三个很简单，地震，地震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地带、地形、地震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汇，地带。好，各位同学，地带是什么意思？好，具有某种特色的地区，地区就是 area，或者是范围，而且呢，通常用在具体的地方。各位同学，比如说，你看这里，这里是很大的一个地方，那这里有一块地带，这里有一个地带，这个地带有什么特色呢？有什么 feature？有什么 characteristic？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各位同学，特色就是特别的地方。通常我们用地带表示这个地区、这个范围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好，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人很多，各位同学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 area，红色的区域，这个地带有什么特色？人很多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你就可以说这个什么人口稠密。好，稠密就是很密集、很多的意思，大家都挤在一起，非常多。特别用在 population，用在人口，特别用在人口 population 这个词上面。人口稠密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词语哦。好，人口稠密表示 dense population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这题的答案是什么？这个地带人口稠密，答对了，很好。好，这个地带人口稠密，各位同学，你们住的地方
人口有没有很多呢？李朝老师觉得曼谷的人口稠密，曼谷是泰国的首都，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人，它的人口稠密。曼谷是人口稠密的地方，还有哪里人口稠密？东京。老师觉得日本的首都东京人口稠密，非常多人住在东京，人口稠密。好，有很多很多人住的地方，你就可以说这个地方或这个地带人口稠密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这个地带的特色就是人很多，人很多。仰光也是人口稠密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很棒，米磊。所以如果你住的地方人口稠密，像印度的新德里，哇，人好多哦，你可以说新德里人口稠密。好，人口稠密，很棒。这个地方也可以，这个地方人口稠密，这个地区也可以。其实各位同学，地带跟地区基本上是同义词，不过地带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特色的地方，可能有不同的特色哦。OK， 好，其实他们是同义词啦。你可以说这个地区人口稠密，这个地方人口稠密，可以啊。哦，都可以。好，越南人口稠密可以，你也可以说国家哦，可以用国家。越南人口稠密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题。好，老师再说一次哦，地带可以用在比较具体的地方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目的地带是怎么样的地带，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它的 feature，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什么啊？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？探险家们进入了一片沙漠什么？好，各位同学，这个地方、这个地区、这个范围，它的特色是沙漠，都是 desert，都是沙漠。你看不到树，你看不到其他的东西。这个地区、这个范围的特色是一片沙漠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叫它沙漠什么？沙漠什么？因为它的特色就是沙漠啊。好，稠密的相反呢，稀少吧，人口稀少，人口稀少就是用稀少吧，我们可以用稀少，它的反义词是稀少，人口稀少，表示没什么人人口稀少。好，好，各位同学，请问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？OK，探险家们进入了一片沙漠地带。好，这个地带的特色是都是一片沙漠，很好。好的，月莹，探险家们进入了一片沙漠地带，非常好。好的，沙漠的地带不会，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特色加上地带就可以了。沙漠地带，我们不会说沙漠的地带，不用加的不用加的。好，探险家们进入了一片沙漠地带。对，稀少，我们可以说人口稀少，表示人很少像沙漠地带的人口就是稀少，沙漠地带的人口很稀少，沙漠地带的人口很稀少。好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沙漠地带答对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题。好，不过呢，理查老师也要告诉各位同学，地带也有抽象的用法，可以用在抽象的地方，不一定是那个地区，不一定是那个范围，它可以用在抽象的地方。老师今天教你们两个最常用的，用在抽象的地方，两个最常用的词汇。第一个词汇叫灰色地带。灰色就是 gray， 它是一种颜色，对不对？像这个颜色就是灰色 gray。
好，灰色地带，各位同学，灰色不是白色，灰色也不是黑色，灰色是介于白色跟黑色之间的颜色，所以这里是白色，这里是黑色，这里是灰色。所以什么叫灰色地带？就是模糊不清，难以界定。It's very hard to define。这个地带是没有办法界定的，很模糊的，也不对，也没有错。这件事情没有对，也没有错，这个就是灰色地带，很难界定的范围。好，灰色地带。我们也可以说模糊地带，模糊的意思就是不清楚 ，not clear，不清楚叫模糊。好，它表示呢，一个概念或一个想法没有对也没有错，你不晓得是对还是错，非常的有争议，非常模糊不清，很难去界定，我们都可以说灰色地带，或者是模糊地带。那我们最常用的是法律，很好 ，Norbert 说的，法律有灰色地带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这样解释，那么你就没有违法；你可以那样解释，诶，好像看起来不合法的东西，其实又好像变成合法了。所以法律有灰色地带，看你怎么去解释法律啊，看你怎么去解释法律。灰色有100，什么叫100？我不懂100哦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说灰色地带或者是模糊地带，没有错。黑色加白色是灰色，所以灰色不是白的，也不是黑的。Not right, not wrong. It's like gray area，灰色地带。好，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做一道题目吧，你会更了解灰色地带、模糊地带是什么意思。来，我们来做这道题目：友情 （friendship） 友情之间 （between） 好之间常常有和爱情 （love, romance） 模糊地带。好，当然你也可以用灰色地带。各位同学，友情和爱情是不是有时候你觉得，我对这个女生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，我也搞不清楚了。I'm so confused。这个就是模糊地带，你自己也搞不清楚。You don't really understand. You're so confused. Is it love? Is it friendship? 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？我到底爱这个女生，还是我喜欢这个女生？这个就是灰色地带、模糊地带。好，comfort zone 叫做舒适圈哦，舒适圈，舒适圈。好，舒适，这个好难打，舒适圈哦。好，你们都知道答案了，可见你们都有 experience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我到底喜欢这个男生，还是爱这个男生？我到底对这个女生是友情，还是爱情？你觉得有一些模糊地带，你不晓得是这样，或者是那样。You're so confused，你很困惑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模糊地带、灰色地带。好，好的，友情和爱情之间常常有模糊地带，答对了。好，友情和爱情之间常常有模糊地带。好，好的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你也搞不清楚你是爱他还是喜欢他了哦。有时候啊，男女之间相爱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词汇，叫三不管地带。老师，什么叫三不管地带？就是这个地方呢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任何人去管它。比如说，有一些地方政府也管不到，市长也管不到，老百姓也管不到。这个地方没有人去管它，没有警察管它，没有任何人管它。OK，这个叫三不管地带。通常三不管地带，对，英文就是 ungoverned zone。
unregulated territory，三不管地带有很多意思啊。好，比如说打棒球的时候，球飞到了一个地方，都没有人要去接那个球，这个球就掉到了一个三不管地带。一垒手不想接，二垒手不想接，三垒手不想接，这颗球掉到了一个三不管地带，没有人可以接到这个球，也可以用三不管地带，表示这个地方没有人负责，没有人去管它，三不管地带。好，听得懂吗？这两个词汇都比较深但是母语者会用，好，那么我们来做一道题目，这里是什么？所以犯罪很猖獗。好，如果我们说犯罪很猖獗，表示这个地方的犯罪很严重，常常会有凶杀案，常常会有人偷你的东西，这里的犯罪很猖獗。表示很多人会在这里犯罪，很多人会在这里犯罪。你可以说犯罪很猖獗。好，猖獗就是很严重，很多人会这样做，不好的事情啊。好 ，OK。好，雷曼说这里是三不管地带，所以犯罪很猖獗。这里是三不管地带，所以犯罪很猖獗。为什么？因为三不管地带，政府也不想去管它，市长也不想管它，警察也不想管这个地区，所以这里没有人管，那么犯罪就会很严重，很多人会犯罪，因为警察不想管，市长也不想管，政府也不想管，所以犯罪会很严重。好，以前的九龙城是三不管地带，很好，非常好。OK， 好，各位同学，没关系，这两个词汇比较难你大概懂它的意思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叫灰色地带、模糊地带，再来这个叫三不管地带，三不管地带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好，我们来学习下一个单词叫地形。地形跟刚刚的地带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各位同学，地形只能用在具体的部分。那么地形指的是地方的形状 shape， 或者是地貌 landform 叫地貌。那老师告诉你，地形跟地带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地带是一个区域，一个范围，地形指的是各种不同地方的形状还有地貌。那形状跟地貌有哪些呢？理查老师就介绍一些常见的地形。好，那么老师今天介绍6个常见的地形，你就知道地形的意思了。好，200多年前埃及有名的帝王谷是三不管地带，表示这个地方都没有人负责，没有人管不可以用三不管情况。我们的这个片语是不可以去修改它的，你只能用三不管地带，这是个 fixed term， 不可以去改它的好，来，第一个地形是高山，很简单，高山就是 mountain， 很高的山，这也是一种地形。好，再来丘陵，一定有同学说，老师什么叫丘陵？我不懂。老师告诉你什么叫丘陵，丘陵很简单，就是小的山丘陵就是小山，比较矮的、比较低的山高山当然是很高很高的山，对不对？丘陵是小的山，没有那么高，比较低的山叫丘陵，你也可以叫它小山丘陵丘陵。好，丘陵地形，丘陵也是一种地方的形状或地貌，丘陵 hill。好，森林我们很常用，对不对？森林地形什么意思？表示这个地方树很多，而且是很高大的树，森林 forest。森林也是一种地形，很常见的地形好，那么我们再介绍另外3种很常见的地形。来，沙漠 desert， 沙漠地形
你们都知道什么叫沙漠，对不对？沙漠里没有树，动物也很少，植物也很少，在沙漠是很难生存的。沙漠。好，还有这个词你们可能没有听过，沼泽。沼泽，什么叫沼泽呢？沼泽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地方有水，但是比较浅，然后有树，但是树都不高。哦，沼泽通常呢比较适合像这个鳄鱼或者是鸟类居住的地方，青蛙哦等等。好，沼泽呢通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啊。沼泽这个把它记起来啊，其实这个算是很重要的词汇。沼泽，沼泽，好，没问题。再来，草原我们学过了，grassland。好，草原，草原上面有鹿，有斑马，还有什么动物？还有小白兔等等哦，都会在草原上面啊，grassland 草原。好，这个是草原哦。好，这些都是地形，所以我们介绍的都是地方的形状，还有地貌，它是具体的一个词汇啊，具体的词汇。沼泽是 tundra 啊，我不晓得这个词哎。好，swamp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做题目，你们就更晓得这些词汇的意思。好，骆驼被称为什么之州？好，骆驼就是这种动物。你们国家有没有骆驼？应该有啊，动物园里也有骆驼。被称为好，就像英文的 be called 啊，be called。骆驼被称为什么之州？好，之就是的意思，舟是什么意思 ？boat，舟就是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其实之舟就是什么什么的船。好，对啊，我记得这个 tantra 是胎源嘛，胎源啊。好，之就是的，舟就是船，所以它是什么什么的船哦。好，好的，Vena 沙漠之舟答对了。好，达菲说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，什么意思？骆驼可以在沙漠上面行走，而且可以很顺利的行走，好像沙漠里的船一样，好像沙漠里的船一样哦。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，很棒。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，好，要记起来哦。我们中文说 ships of the desert， 中文会翻译成沙漠之舟。好，来，我们做下一题。鳄鱼常在什么地带出没？好，各位同学，出没就是出现，出现 appear，show up，出现的意思，出没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这个词汇是常用的哦，常用的词汇，但是你不要念成出没，出没，这是个多音字，出没就是出现 appear，所以鳄鱼常常在什么样的地带出现 appear show up。好，出没就是出现的意思，常常用在动物，动物会用出没，出没。好，OK，鳄鱼就是这种动物，对不对？很凶，牙齿很尖，很可怕的动物。好，鳄鱼常在沼泽地带出没，很好。Norbert，鳄鱼常在沼泽地带出没，答对了，很好。阿鸾，沙漠，好。沼泽，答对了。Richard，沼泽。好，Henny，鳄鱼常在沼泽地带出没，答对了。PC，鳄鱼常在沼泽地带触摸，出没啊、好，答对了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出没常常用在动物的身上，就是常常在这个地方出现啊，用在动物身上比较多。出没，出没，好，记得它的用法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最后一个词汇叫地震。地震，我想这个词汇大家已经学习过了，地震就是 earthquake 啊。各位同学，在台湾呢，常常发生地震，你们的国家会不会发生地震呢？
在台湾常常会有地震，常常发生地震。你们国家有没有地震？老师知道日本常常发生地震，东京也会发生地震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marshes 好像也可以了哦。其实沼泽好像英文有很多翻译的字哦。好，沼泽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。地震发生后，好，after the earthquake happens，灾民们，好，什么叫灾民？地震之后，房屋会倒塌，那有很多人无家可归，这些人就是灾民，受灾的人民。灾民就是难民的意思哦，你也可以用难民，哦，灾民。哦，你也可以说难民啊，差不多的意思啊，难民。那你地震之后呢，很多人的家会倒塌，所以很多人会 homeless 无家可归，这些人就是灾民啊，这些人都是灾民啊。好，灾民们不得不，好，不得不就是一定要 must have to had no choice，不得不就是必须 must 必须离开家园。好，家园就是你住的地方，就是 homeland。家园就是你的家乡，你住的地方叫家园。离开你住的地方，离开家园。灾民们不得不离开家园，很好的一个语法哦，不得不 must have no choice but to。好，埃及很少发生地震，很好。Vena 说荷兰没有地震，哇，好棒哦！印尼也常常发生地震，地震是一种大自然的灾害，很好啊。Jonathan，之比较用在专有名词上，或者是谚语、成语上面。一般你可以把之想成是书面语哦的，基本上是口语的用法。而且呢，现在一般我们口语都用的，之是用在谚语、成语上哦才会用的特定的地方，你不用担心，之基本上都用在谚语、成语或者是特定的名称上而已哦。对，在台湾呢、常常发生地震。佩霞说，昨天晚上泰国也有发生地震哦，真的啊昨天在彭世洛发生地震哦，真的吗？在泰国对不对？哦，越南没有遇过地震哦，阿软在越南没有遇过地震，日本发生过很多地震，对不对？好，OK。地震发生后，灾民们不得不离开家园，离开他们的家乡，离开他们的家。哦，好，OK。来，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如果你想支持老师，可以请老师喝茶。老师现在都不喝咖啡了，老师要喝茶了哦。好，好，如果你想支持理查老师的话，每个月$2就可以支持老师的直播课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先来考试。第一题：地带、地形、地震。法律常常有很多灰色什么？好，对，日本的地震啊，比其他的国家还多哦。尼日利亚没有发生哦，单序我们用发生。尼日利亚没有发生过地震，发生过地震。好，Norbert，法律常常有很多灰色地带，法律常常有很多灰色地带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这样解释它也合法，你那样解释它也合法。所以有些人会找律师，因为律师很懂法律，他会帮你去辩护。所以有时候啊，如果你犯罪了，律师可以帮助你脱罪，因为法律有很多灰色地带，你可以这样解释，你也可以那样解释哦。好，灰色地带，好，很棒。我们再看下一题。好，地形、地震。新西兰有很多美丽的火山，什么？好，在台湾我们会说纽西兰啊、在台湾我们说纽西兰。
新西兰就是 New Zealand，有很多美丽的火山。你们知道 volcano 吗？火山，印尼好像前一阵子有发生过火山爆发，对不对？volcanic eruption，对不对？火山爆发。那新西兰有很多美丽的什么火山？什么？好，火山，我们常常说火山爆发哦，volcanic eruption，火山爆发哦。好，火山爆发，好像最近这个印尼有火山爆发，好像这个夏威夷 Hawaii 夏威夷也会发生火山爆发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地形答对了，火山地形。新西兰有很多美丽的火山地形，答对了，宋平。新西兰有很多美丽的火山地形，很棒。老师的声音很好听，我都听得懂。哇，谢谢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印尼也有很多美丽的火山地形，没有错，印尼有非常多的火山哦。好，你们的国家有没有火山呢？台湾也有火山，特别是台北有火山地形，有的，台北有火山地形哦。你们的国家有火山吗？好，好的，没问题。火山地形。冰岛很好，冰岛也有很多美丽的火山地形，没有错。好，很棒的句子哦。好，来最后一题，什么学家至今 so far till the day till today 至今这个副词很棒哦。至今就是到现在，从过去到现在叫做至今 so far till today。好，人就是 still，仍然的意思仍然，你可以说仍然，可以，你可以加个然。我们中文常常会说仍然，但是你也可以说人就可以了。You can omit 然。Actually, the whole term is 仍然，but you can omit 然，你可以不要说这个然哦。人无法，我们昨天学过无法叫 unable，无法。预测，哇，这个词汇很棒，你一定要学起来，就是英文的 predict。好，什么学家至今仍无法预测什么？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这两个空格是一样的答案。好，学家有一点像是 scientist 学家，especially for scientist。好，学家至今 till now 仍无法预测什么？好，地震学家至今仍无法预测地震，很好。地震学家至今 till today 仍无法预测地震，很好。对，地震，Charles，地震学家至今仍无法预测地震。好，答对了哦，非常好。这个各位同学，你们这个中文啊，越来越好了哦，越来越好了。那老师考你们一题好不好？再考你们一题。对，哎，你们很厉害，都答对了。好，老师现在呢考你们一题。好，打情骂俏和性骚扰之间常常有什么地带？打情骂俏，什么叫打情骂俏？诶，宋平，我很喜欢你，这个叫 flirting，这个中文可以说打情骂俏。诶，宋平，你很漂亮诶，这个flirting 打情骂俏和性骚扰，性骚扰其实比较严重一点，对不对？性骚扰叫 sexual harassment，就像林子比如说理查老师会这样，林子这个不行，这个叫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。打情骂俏一般是说说而已，用嘴巴说的 flirting。性骚扰就会去摸对方了，这个是不行的，不合法的哦。好，
打情骂俏和性骚扰之间常常有什么地带？好，模糊地带可以，灰色地带也可以，很棒啊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有时候到底是打情骂俏还是性骚扰？因为性骚扰 can be verbal，right？你也可以是用说的，也可以是性骚扰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 very hard to define，很难去界定。这个你都可以用灰色地带或者是模糊地带哦，打情骂俏或性骚扰之间常常有模糊地带哦，表示到底是哪一个？是这个吗？是打情骂俏吗？还是性骚扰？不一定，我觉得是打情骂俏，你觉得是性骚扰？Very difficult to define. Okay, everyone has his opinion, so it's very hard to define. 好，OK，各位同学，那希望通过这个例句，你比较知道打情骂俏不是模糊地带或灰色地带的意思啊。好，OK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。喜欢理查老师的课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课，请你帮我点赞。明天是我们的口语课、聊天课。如果你想跟理查老师一起说中文，明天10:30，记得参加老师的免费直播课。我们明天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